矮轴键盘最近越来越多厂商都在做，好像谁都想分一杯矮轴的红利。但目前矮轴键盘还是有一个比较劝退大家的地方，就是手感还是偏肉，没有办法做到像 MS 高度轴体那样干脆利落。这次爱司头的 IR104 矮轴在低价位的情况下，把矮轴的肉感调教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也是我近期用过手感比较舒适的矮轴键盘了。至于这把键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做的怎么样，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就会有一定的了解。首先，整体包装还是比较简单的，除了说明书、数据线，还额外附赠了一个手机支架。先说一下这把键盘的定位，首先104配列就已经把移动办公这个可能性给否决掉了，毕竟我想没有人会带着这么大一把全尺寸的键盘外出办公吧，即使它做的真的很薄，但对于背包来说还是会有一定压力的。所以对于他来说，桌面我觉得才是他最终的归宿。至于这种大配列的矮轴键盘，什么样的人会对它有需求啊？首先就是追求键程短人群。抛开手感这一方面，矮轴对比 MS 高度轴体拥有更短的触底手感和触发键程，在游戏中可以更快的执行想要的操作。其次就是矮轴键盘工作的时候，声音会对比常规高度的键盘更小，更适合办公或者宿舍这类需要静音的场景。至于更主观的因素，比如说外观方面啊，我就是喜欢矮轴键盘这种轻薄的外观，觉得普通键盘太过于臃肿了，那也可以考虑这一类键盘，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来聊回键盘本身，我这一款是猛男粉配色的茶轴，还有红轴可以选，但我个人还是更推荐大家去选择矮茶轴啊。用了这么多矮轴键盘，不得不说茶轴确实是和矮轴键盘相性最好的一类轴体，可以保留绝大部分的机械手感，并且可以比较好的缓解矮轴键程偏短所导致的肉感。并且这款键盘上的茶轴虽然叫茶轴，但是做成了提前大段落的手感，对比一般的矮茶轴可以提供更强的支撑，手感的反馈会更加明显，这也是键盘触底脆爽的来源。说了这么多，好像这个矮茶轴就挺无敌了是吧？那缺点肯定也是有的，那就是声音方面做的比较一般，键盘本身没什么填充，肯定不能和那些 HiFi 键盘相比了。会买这类键盘的人群，我想大概也不会太过于追求声音方面的表现了吧。另外还有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这把键盘是不支持2x8的，并且键帽更换起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很难找到适配的键帽，所以基本上你买回来什么样，它这辈子就什么样了，不存在太多 DIY 的可能性。至于什么键帽打油的情况，我想在这把键盘上是不用太过于担心的，毕竟这是一套双色主数的 PPT 键帽，对比 ABS 材质肯定是要耐用不少的，并且可以看到键帽在不同位置上做了内凹和凸起的区分，或许可以让盲打定位更加的方便，整个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在键盘的右上角有3个功能按键，加上一个音量旋钮，可以直接控制电脑的多媒体。旋钮是那种棘轮的手感，刻度感非常明显，除了稳定性做的比较一般之外，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解压玩具了。还有一点忘记提了，就是这一把键盘支持3模连接，内置的电池是1900毫安时，续航时间在200个小时左右。对于这样一把大尺寸的键盘来说，我感觉还是可以稍微把电池再做大一点的，把续航成绩干到300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会更加的理想一些，毕竟这是一把无光的键盘，续航长点还是理所应当的。总结一下，如果你想买一把矮轴键盘，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矮轴都不便宜啊，像 Newfie、可创、时光龙每个300-400块钱往上走，基本上是下不来的。爱司头在200出头的价位给到了无线3模加上手感干脆的键盘，我认为在目前的矮轴市场是比较难得的。但是这把矮轴做到了104配列，也算是一个比较奇葩的搭配了。我觉得再把它和便携扯上关系就有点过于牵强了，所以我个人给它的定位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桌面上的简约办公键盘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购买它的人群应该都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键盘才对。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